那首先我们先把蒜头的部分切成细末状，把它放到锅子里面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将看一些做饭时会用到的词。这集的影片片段是一位台湾厨师詹姆士教大家做台湾常见的一道料理——番茄炒蛋。你可以到詹姆士的频道看完整的影片。那我们就开始吧。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哪个动词可以代表这个动作？刀子在厨房里常常用来做什么呢？1. 切， 2. 剪， 3. 割。稍微切一下，把蒜头的部分切成细末状。答案是切。9层塔就是 basil， 把蒜头的部分切成细末状。蒜头就是 garlic， 这边他说把蒜头的部分，其实他说太多了，这些是台湾人日常说话的习惯。他也可以说把蒜头切成细末。在料理我们常说的肉末，就是把肉切得非常细小。把蒜头切得非常细小，就是蒜末。状可以算是书面语 literary Chinese， 口语我们会说的样子。牛番茄，这里指的是大番茄，在台湾2种说法都可以。另外一种番茄比较小，就叫小番茄。第2个问题，请问哪个词可以代表番茄切完后的样子？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番茄切的方方正正的、小小的。请问这是1细末、2丁还是3块呢？答案是切丁。开始把火打开，把火打开等于开火。大火、中火、小火，描述火大小的方式很简单，大、中、小。你稍微注意一下，在这里一下可以用来软化语气，这样做可以使中文语气更加自然。稍微的意思是 a little 或 a bit。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加了稍微、一下，来让语气听起来比较温和。如果只说注意，就有命令的感觉了。吃披萨的时候那个酱汁，酱汁，常见的酱汁有酱油、番茄酱。另一个问题，请问哪个动词可以代表这个动作？1. 开蛋， 2. 打蛋， 3. 敲蛋。答案是打蛋。我们一起听看看詹姆士怎么说。我们现在打蛋。下一个问题，请问这个动作的动词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锅子里的油不多，詹姆士用汤匙去动锅子里的蛋。1. 炒， 2. 煮， 3. 炸。答案是炒。炒这个字，左边是火，右边是少。你可以这么记，通常用炒的菜花的时间很少，用火的时间也比较少。在台湾，你去过热炒店吗？炒饭、炒蛋、炒面都在台湾餐厅的菜单很常见。半生熟的感觉。半生熟。除了蛋之外，点牛排的时候也常常需要用到这个词。完全没煮过就是生的，像是生菜沙拉，就是没煮过的菜。再来是3分熟、5分熟、7分熟、全熟。它的嫩跟香。蛋的嫩跟香，嫩
指食物煮的时间很短，所以软软的，很好咬。一颗蒜头。说到蒜头，这里用的量词是颗，当然你也可以说一个蒜头，但是学习这些量词可以让你的台湾华语更到地。颗也可以是蛋、糖果、星星、牙齿的量词。一颗蛋，一颗糖果，一颗星星，一颗牙齿。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订阅按赞。你可以在我的网站里找到这集的逐字稿，欢迎你用语音留言、寄 email 分享给我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